有些国家用4代半战机拦截别人家的导弹，就这都可以吹得天花乱坠。可咱们呢，一年干10来件，还多半是美国都办不到的，却还是该干嘛干嘛，该种地种地，该上班上班。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性子，有本事咱不炫耀，有实力咱不霸道。2025年9月3号，一场足以让地球自转都卡顿半秒的世纪阅兵即将在中国北京举行。兄弟们，这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阅兵，而是中国向全世界掷出的王仗，是一张翻转国际格局的底牌。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且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可能亲临现场。最让人好奇的是普京跟特朗普这2位江湖大佬的心思。普京来好比铁杆们有串门，既能瞅瞅咱们的新家伙，也能跟咱们合计合计怎么应对这江湖宵小。这特朗普来呢，8成是想近距离瞧瞧这位东方高手的底细，回去好好琢磨对策。毕竟在江湖上混摸清对手的实力是基本功呀。这也不禁让我们满怀好奇心，这场阅兵究竟会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装备亮相？它对于中国、俄罗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又分别意味着什么？别走开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盘一盘，一探究竟。咱们先来说说大家最期待的这次阅兵可能会亮相的装备。从目前透露的各种消息来看，那可真是看点满满每一款都足以震撼世界。第6代战斗机黄龙6或幽龙系列，围绕这第6代战机大雕专门出过一期节目白帝，大家可以一步去看一下。当时大家还把6代机叫做白帝。而这波大阅兵据传中国将首度公开第6代战斗机隐身加 AI 协同加无人模式3合1。至于它的名字叫啥，大家就拭目以待了。这是飞行的算法暴力，天上飞的是战机，空中飘的是战略话语权。第2个宝贝就是东风41升级版，洲际一击，万里穿心。想象一下，导弹飞出14000公里，精准落地，误差几十米，这可不是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导航这是你家祖屋都被我锁定了的压制。至于它什么时候出手，那当然就是看你什么时候高兴了。9天蜂群战术无人机航母，有人问我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复联看过吗？外星母舰带着一堆小飞机，就那意思。航母自己不打仗，他养的一群钢铁小崽子，蜂群无人机才是真正的敢死队。中国不声不响搞了个9天蜂群战术无人机航母出来，不仅能一口气释放数百架攻击型、侦察型、干扰型混合无人机，而且还能高空隐身巡航，远程 AI 协同作战。说白了，这是只讲算法毒打的战争工具。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军事思维的进化。它改变了制空权的定义，未来的空战拼的不是飞行员，是 AI 算力跟蜂群算法。所以如果你还在拿传统航母作战思维理解这事儿，那就好比你还在用小灵通，别人呢已经在用脑电波发微信。再看 AI 军权，地面机器人军团，别看这群铁皮汪个个腿脚比你都快，这眼神比你都毒，这执行力比你老板都强。你要被他盯上了，可比被你家后院的狼狗盯上还他妈吓人。还有量子雷达加远程电磁炮系统，嘛玩意儿？敌人还在找隐身飞机呢，我们已经做到你躲，我反而更容易锁定你。这不是技术，而是物理嘲讽。老子道德经早就约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场阅兵就是将欲威之，必先嗅之。当然刚刚提到的只是还没有公布于世的超现实装备。接下来咱们回到现实世界来踢一踢。空中力量方面，歼35隐身舰载机绝对是一大焦点。作为我国未来双航母战斗群的主力，它将以服役的姿态正式公开亮相。想象一下，那先进的隐身设计一旦翱翔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不仅标志着中国舰载航空力量完成从可用
到强用的战略跃迁，更会让世界对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有全新的认知。与此同时空警600舰载预警机也极有可能登场，它就像航母战斗群的空中大脑，为舰队提供远程预警跟指挥控制。它的出现将标志着中国海军远洋预警能力迈入新的时代，为未来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提供关键的支援，极大提升我国航母编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在运输跟特种作战领域搭载国产涡扇20发动机的大9筒运 20B 及其家族等新一代运输平台也将现身。运 20B 凭借更强大的动力、加油、空投、特种作战保障能力全方位升级，以后在执行远距离的兵力投送、物资运输等任务时会更加高效可靠。而且以运20为平台改装的一系列特种作战飞机比如大玉空警3000预警机，还有全新的运20电子干扰机、运20电子侦察机等，也有可能在阅兵中一展风采，展示中国空军在信息作战方面的强大实力。再看无人机领域那更是中国的强项连大招手上都有2架，当然是自己用来干活的装备嘛。这次阅兵渣打一体无人机群绝对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攻击2、攻击11以及中程僚机概念机等可能会以编队形式飞越长安街。攻击11作为一款隐身渣打一体无人机，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跟精确打击能力。中程僚机概念机则代表了未来空战的一种全新模式，它们与有人战机协同作战，能够大大提升作战效能，展示中国在智能无人作战体系的领先优势。再看高超声速武器方面，新一代高超声速导弹，例如东风17的改进型，说不定是东风27，远程反导平台可能压轴登场。东风17凭借其独特的乘波体设计和高超的飞行速度，已经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实力。而它的改进型很可能在射程、突防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更让人期待的是吸气式高超声速巡航导弹的缩比模型实体有可能也会露面，这预示着我国在高端飞行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战略突破，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游戏规则。同时地面防空反导系统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前不久疑似尺寸远超红旗19的红旗29远程反导平台的照片已经被曝光，这款装备性能可能堪比美军最强反导拦截弹 GBI， 它的出现代表中国在区域拒止、反介入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大大加强了我国国土防空跟反导防御能力，让我国在面对潜在威胁时更加从容不迫。除了这些，本次阅兵还有一大亮点，那就是新域新制作战力量的集中展示。在无人智能、水下作战、网电攻防等看不见的战场力量方面，都将有新装备首次以实体装备或方队形式亮相。在网电攻防领域通过地面方阵跟空中电子战平台如歼16D，将展现中国夺取制信息权、制电磁权的作战能力。歼16D作为一款专业的电子战飞机能够对敌方的雷达、通信等电子设备进行干扰跟压制，为我方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再看水下力量方面，智能水雷、无人潜航器，甚至核潜艇模型以展板形式登场，凸显深海、灰域作战能力。无人潜航器可以执行侦察、反潜、布雷等多种任务，在未来海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展示我国强大的水下威慑力量。接下来咱们聊聊这场阅兵对于中国的意义。要说这场阅兵对咱们中国意味着啥，那可太简单了。就像武林世家办堂会，既得亮亮家底儿，让小辈们提提气，也得告诉外头那些不怀好意的，咱家里有矿，手上有家伙，想找茬先掂量掂量。但更重要的是这可不是为了惹事儿，而是为了不被欺负。就像老祖宗说的，吾辈修则安，文士兴则昌。咱们向来是讲道理的，但手里也得有维护真理的本事嘛。那么这场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这就好比盟友在自家地盘亮本事，心里踏实。普京来捧场，既是给咱们面子，也是向世界宣告中俄这对老铁关系还硬着，以后在江湖上遇到事互相帮衬一把，底气也更足，是不是？而对美国而言，这趟要是来了，就等于承认江湖不再是一家独大。以前总想着我的规矩就是规矩，现在瞧见咱们的实力也得学着坐下来好好说话。布林肯的那句赢不了，
其实就是江湖大佬的认怂，不是怕了，是明白硬刚呀，它没有好处，不如井水不犯河水，各凭本事吃饭嘛。放到整个世界来看，这场阅兵就像给全球江湖立了个新规矩，想混得好得靠真本事，别总想着耍阴招搞霸凌。咱们亮出这些宝贝儿，不是为了争当武林盟主，而是告诉大家咱们有能力维护公平正义。就像老辈文人常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咱们的强大是为了让更多的国家能挺着腰杆说话，不再受谁的气。可能有家人们会说，咱们这么高调会不会惹麻烦？您可别忘了，咱中国人向来是闷声干大事的主，平时低调的像埋在土里的金子，可真到了该亮实力的时候，也得让世界瞧瞧咱们的成色呀。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影视高手，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真遇到不平事儿，一出手就得镇住全场。这不是嚣张呀，是担当。您再想想，这些事儿要换了别的国家，不得各种银学上吗？哪怕只做成一件事儿，早就吹得天花乱坠。有些国家用4代半战机拦截别人家的导弹，就这都可以吹得天花乱坠。可咱们呢，一年干10来件，还多半是美国都办不到的，却还是该干嘛干嘛，该种地种地，该上班上班。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性子，有本事咱不炫耀，有实力咱不霸道。最后阅兵是表面，系统力才是核心。古人云大国之气不可示人，示之必有益。这场阅兵中国不是为炫技，而是为传艺。装备是台上走的戏，产业是后台撑的台，制度是幕后操的心，意志是统筹一切的魂。中国将以一场全球瞩目的军礼告诉世界，我们不是要打谁，但你若敢动，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这场阅兵是给敌人看的底线，是给世界看的态度，是给自己看的信心。看清了这场阅兵，你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国家的表演，而是世界格局的一次重新演算。